我是小情人大各位老铁，大家好啊！欢迎收看这期摩尔牌不齐。之前呢，咱们不是开始分享战锤的系列产品了吗？这一次呢，是来自于荷鲁斯之乱这样一个大事件中的第6军团的太空野狼，就比上次那个年代再往前早个10000年左右。久远1万年。我也是最近正在看这个战锤的系列解说啊，大概也刚刚看完这个荷鲁斯之乱的这一段，感觉还是波澜壮阔的啊。尤其这个太空野狼在其中又是一个非常充满个性化的团队。对，队伍上班上久了。不多说啊，咱们今天这一堆慢慢拆，慢慢。有头有脸的角色啊，割果携手第6军团的一员虎将啊，头发好高啊！第6军团的造型也好，或者设定也好啊，都是有点北欧风情的那种啊，多数要采用一些狼啊作为图腾，还有一些兽皮啊，凸显那个野性的感觉的。你看，像它这个狼尾巴。对，你看它这个胸口挂着这个尾巴一样的，包括这个带有狼头的皮毛、图腾一样的比较狂野野性的骨骼呀，整体这个战甲呢，当然也是很厚重的感觉啊，金色的涂装加上凸起的这个狼头狼爪的一个形制。上面充斥着这种红色的4边形啊，这个菱形还是比较闪耀的啊，很独特。比较特色的就是它左臂这里一个大爪子啊，5只关节呢都可以正常的摆动。头雕部分呢，它这个发型呢是我觉得这个角色最鲜明的一个地方，一个大扫把头啊，加上2个就是很维京啊或者很北欧的那种小辫儿啊，大辫子，大辫。这已经不是小辫儿了。除去遍布于周身的狼的形象以外，还能注意到啊，上面有一些类似于北欧的符文的雕刻，像它这个爪子上端这个蓝色的螺旋的印记，包括手背这里有铭文一样的字迹啊，连同武器一样，这个枪支上也有蓝色的同样的铭文，枪上面这个链子是完全软胶材质啊，锁链的效果。近战武器。刀身处也有相同的螺旋印记，柄的尾端加入了2颗类似于狼牙的展示，可以直接收纳在腰间的刀鞘中。当然，枪上面这个链子啊，说实话是不太服帖的，所以说你在让它举起来的时候，还要适当找一点角度。然后是众多的死士群狼，当然这个造型呢大同小异，咱们一鼓作气直接全部拆掉。群狼的造型大同小异啊，无非就是胸甲呀，包括这个狼皮的位置、身上的配饰的不同，整体的造型呢都是这样一个漆黑的装甲，颜色呢是更偏向于古朴那种啊，尤其狼团的装甲来看，还是更多野蛮野性的元素在。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头盔处这样一个类似于白骨的狼头造型，配合上红色的眼眸呢，显得这个杀气还是非常强的。面部的战纹呢又有所不同啊，你看它这个还有涂了像这个血红的大祭司给的手，恐怖啊，很凶恶的啊。当然，作为星际战士，它也都是这样一个罐头的厚重造型，不过不会影响它作为一个狼的那种敏锐啊。武器部分呢都是一样的配置，一把爆弹枪加上一个刻画了狼头的战斧，这个大斧子是我很喜欢的造型啊，分色还不错，上面这个金灿灿的狼头看着杀伤性极强。除去星际战士，还有专属于狼团的无畏机甲。哎呦，有点沉啊！哎呦，它身上还有狼皮。我感觉
好像狼团的这个无畏机甲，相比于其他兄弟团来说，好像更浮夸一些啊。上面有更多的狼的元素，或者说这种夸张的一些个野性的，类似于犬齿啊、骨骼呀、狼皮的搭配。比如说它右肩膀这里这个巨大的狼皮，其实开模这个精度，个人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眼睛这里甚至还有一道刀疤，也是百战之狼，经历了不少。他们是和狼一起战斗吗？他们的父亲是在一个类似于北欧的那样一个星球上成长的，就是对狼有种执念。对，然后他们同样就沿袭了作为原体的这样一个特征吧。除了锁链以外，还能看到上面挂着密密麻麻的这种符文石也好啊，或者说这种狼的犬齿的搭配。我更喜欢的是集成于胸口和头部的这里，整体金色的配色，加上眼睛通红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搭配起来我是比较喜欢。大概这样一摆，多少有一种团队的感觉，团队力量。但是相对于战锤这样一个世界观下啊，我自己觉得他们好像有一种大就是美，减大就好的感觉啊。大就是好，好就是大。所以越大的东西其实反而不是那种特别笨重的啊，都是战斗力更加超群的一些。为了让它达成这样目的才做大。对，这次呢，另有一款虽然不归属于第六军团，但是因为特别的巨大啊，还是想在这一期里一起跟大家分享。哎，来自于帝国之拳的利维坦无畏机甲。哎呀，好家伙，真不小啊！哎，也不轻，反正。哎，把前面都挡住了，像一堵墙一样。整个配色呢，当然和狼团是截然不同的，用了这种黄与黑的这个标志性帝国之拳的颜色，然后两侧的武器呢，说实话是比较抓人眼球的，能感受到火力压制的非常的猛，非常的强啊。相比于前方的这样一个造型呢，其实我更喜欢从后背处去观看啊，它有更多复杂的管道啊、排气孔啊，以及这个巨大的弹链的展示。然后可动范围上呢，也可以摆出一些抬举啊或者发射的造型的啊，像这个肘部啊，使用了一个齿轮的结构。哎呦啊，它腿也可以动的，但是膝盖啊，膝盖也是大关节啊，很紧啊。当然，因为巨大的一个体积啊，其实只能充当于背景，放在前面的话，基本上你也不用看别的了。因为最近正好在观看或者了解战锤的系列故事，也刚刚看完荷鲁斯之乱这一段情节啊，给我的感觉像一场发生在太空中的安史之乱啊，非常的残忍，并且带有戏剧性，还是很有趣的。然后也能通过玩这些玩具，对看这个故事的同时，对于其中的造型更多了一些补全。能感觉到处于荷鲁斯之乱这个时代的机甲也好，星际战士也好，他们的这些武装和装甲部分带了浓浓的那种古典的感觉啊。拿这个狼团为例，能看到其中很多北欧的符文元素，比较好看复杂的狼头，其实是有一种科幻与古朴的那种碰撞的啊，我觉得还是很有趣。尤其是黑压压的一片摆到一起啊，金色的搭配呢，又能让整体显得贵气十足。其实这个无畏机甲的表现更抓我的眼球一些吧，狼皮狼头的一个刻画算是一个点睛之笔，整体的重火力的配置让人望而生畏的啊。那战锤世界观里这种巨大的东西，往往都代表着更纯粹的力量一些。后续的话，还是再去观看和了解吧。随着看战锤故事的深入，或者等到9月份星际战士的那个游戏发布之后，我觉得可能我对战锤的这个系列的热爱可能还会到达一个新的高度。然后呢，这一期呢还是持续做一个抽奖啊，就和之前不一样，就不搞这个转发了，还是在评论区中抽，还是随机抽2只群狼，在评论区内。一直呢是给以图片形式分享自己任何战锤系列产品的收藏的朋友的啊，这个你只要发自己的战锤的，无论是相关的玩具也好，桌游也好，棋子也好，我抽取一个。除此以外，剩余的评论再抽取一个，这个我感觉更有趣一点啊。然后呢，这一期呢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